皇帝当习惯了是很难回头的，因为实在是太香了。你想想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你说煤球是白的，没人敢说是黑的。你打个喷嚏，底下人都得抖3抖。这种唯我独尊的爽感一旦传过了，谁愿意戒？戒不来一点。但对于19世纪初的欧洲君主们来说，这种好日子差点就到头了。因为出了个叫拿破仑的矮个子，这哥们简直就是个皇冠粉碎机，把欧洲那帮老国王像打狗一样打得满地跑。好不容易拿破仑倒台了，这帮惊魂未定的老国王们，如俄国沙皇、奥地利皇帝、普鲁士国王，摸着重新戴回脑袋上的王冠，一边擦冷汗，一边咬牙切齿地达成了一个共识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绝不能发生第2次。于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十分滑稽的组织诞生了，名为神圣联盟。这帮人的宗旨极其简单粗暴，这个世界只能有皇帝，不能有总统。哪里的老百姓敢造反搞共和，我们就组团去哪里灭火。只要哪家国王的椅子不稳了，在群里喊一声，其他国家的军队立马带着枪炮过去帮你镇场子。具体的业务流程是这样的：1820年，西班牙国内的老百姓受不了那个昏庸的国王斐迪南七世，闹革命把他软禁了。斐迪南七世赶紧在皇室群聊里发了个求救信号，法国国王立马跳出来：“兄弟别怕，我来捞你。”于是10万法军浩浩荡荡跨过比利牛斯山，把西班牙的革命火种踩得稀碎，把斐迪南七世重新扶上了皇位。这事办完之后，这帮皇帝并没有收手，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，就是大海的对面。这时候，南美洲那帮西班牙的前殖民地，就是现在的阿根廷、委内瑞拉、智利等，正趁着西班牙家里乱，在那搞独立狂欢呢。斐迪南七世哭丧着脸对神圣同盟的大佬们说：“欧洲的火灭了，可我美洲的家产都被那帮共和党暴徒给抢了，你们得帮我抢回来啊！”大佬们一合计，于是一个惊天的跨洋远征计划出炉了，由法国出兵，俄国、普鲁士、奥地利出钱出声援，组建国际联合远征军，横渡大西洋，去南美洲把那些新生的共和国一个接一个的掐死，把他们重新变成殖民地。19世纪初，共和这2个字就是皇帝们的噩梦。在那个年代，欧洲的君主们不管是信天主教、新教还是东正教，大家虽然教派不同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行业准则，叫做君权神授。我是国王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选了我，你不服我就是不服上帝，这套逻辑闭环。他们玩了1000多年，稳如老狗。但共和这个概念一出来，直接把这套逻辑的桌子给掀了。共和派说，权力不是上帝给的，是老百姓给的。如果让南美洲那些国家真的建成了共和国，活得还挺滋润，那对欧洲的老百姓来说，简直就是最坏的榜样。当时的神圣同盟不仅是一个军事组织，更是一个顶级公关公司。他们给欧洲老百姓准备了一套话术全家桶，逻辑严丝合缝，把共和描绘成了洪水猛兽，把皇帝描绘成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皇帝们最聪明的一点就是不跟你谈理论，只跟你谈恐怖片。只要有老百姓想搞共和，当地的牧师和官员就会指着法国的方向，绘声绘色地讲鬼故事。你看法国人搞共和，结果呢，每天血流成河，连修女和孩子都不放过。这时候最尴尬最害怕的其实是美国。你想想，美国是什么？在欧洲皇帝眼里，南美那些小国顶多算是轻症患者，美国才是那个超级病毒源头，美国坏得很。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昆西亚当斯脑子非常清醒，他看穿了这个神圣联盟的尿性。如果不挡住他们，等他们平推了南美，恢复了封建统治，下一个收拾的是谁？肯定是我们。美国人当时的想法是，我自己太弱了，肉搏肯定打不过欧洲那帮老流氓，既然打不过，那就得摇人。南美那些刚独立的阿根廷、委内瑞拉、墨西哥，在当时的美国总统门罗眼里，就是最好的战略缓冲垫。如果他们是独立的共和国，欧洲人打过来得先揍他们，美国就有时间准备，甚至可以在后面递刀子。如果他们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，那就是敌军前哨战。所以保全这帮小兄弟，就是保全美国自己。于是历史上著名的门罗宣言诞生。门罗宣言也成为了往后200多年的圈地运动。我没实力打你，但我有胆量吓你。此时的美国建国不到50年，刚刚在1812年战争里被英国人烧了白宫，才缓过一口气，就是一个极为脆弱的国家。以当时美国的实力，随便一个大国都能将其打残。但关键时刻，他的英国老爹凑了过来。英国虽然也是君主国，但他是个做生意的国家。如果南美被法国、西班牙抢回去，搞贸易垄断，英国就没法赚钱了。于是英国外交大臣坎宁给美国驻英公使拉什抛了个媚眼：老弟，咱俩联手吧，咱们发个联合声明，告诉欧洲那帮土包子，美洲是咱俩罩着的，谁也别动。美国的2位前总统杰斐逊和麦迪逊听到这个消息都激动坏了。杰斐逊说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赶紧签。麦迪逊说，有了英国海军，我们还要啥自行车？大家都觉得这是天上掉馅饼，只有一个人看出来，这馅饼里藏着铁钩子。这个人就是国务卿昆西亚当斯。他拿着英国人的提议，冷冷地对总统门罗说，不能签。因为英国人的提议里有一条暗雷，双方承诺绝不占领前西班牙殖民地的任何领土。昆西表示，英国人不是为了保护我们，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钱包，就算我们不联手，为了生意，英国皇家海军也会去挡住欧洲列强的。我们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去欠这个人情？而且英国人想用那个条款把我们的手脚捆住。古巴我们要不要？德克萨斯我们要不要？加利福尼亚我们要不要？如果现在签了字，以后我们怎么吞并这些地方？
最重要的是，跟英国联手，我们就是英国战舰后面拖着的一艘小破船。我们要干，就自己单干。我们要当老大。亚当斯最终说服了门罗，咱们来个空手套白狼，借着英国人的势喊出我们自己的话。1823年12月2日，门罗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正式抛出了那个震惊世界的宣言。第一条就是禁止殖民地，第二条，欧洲列强不得干涉美洲以独立国家的事务，第三条，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，欧洲也不得干涉美洲事务。潜台词就是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们那边跪皇帝，我们这边选总统，这是两个物种，生殖隔离，谁也别来恶心谁。宣言发出来了，世界震惊了，欧洲列强的第一反应是你算老几？当时的美国海军全部家当加起来还不够法国塞牙缝，法国要是真打过来，美国根本挡不住。但奇怪的是，欧洲列强真的没来，是因为英国皇家海军真的出动了。英国人虽然气得大骂美国忘恩负义，但为了生意，还是封锁了大西洋，警告法国和俄国别去美洲惹事。这就构成了门罗宣言初期最滑稽的局面。美国人站在台上，口沫横飞的发誓要保护美洲，台下英国人扛着枪在大门口默默的当保安。美国人1分钱没花，白嫖了英国海军的保护，还露了个美洲守护神的美名。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，那门罗宣言还算是个正义的自卫声明。但历史的残酷在于，当你手里的剑够长时，你就不仅想防身，还想砍人了。随着日后美国实力的膨胀，门罗宣言的解释权被美国人玩出了花，所以必须对美国这种丑陋的行为予以严厉的批评。